上集说到，我应邀会见了魔都之主。刚走出市政大楼，叶成英和保镖秦猛便迎了上来。老爷，这么快？本来就不是什么正式会面，咱们的魔都之主只是想试探一下我而已，费不了多长时间的。陈宁之前是在燕京任职的，我知道他，据说是王家阵营中的，他找您没有不安好心吧？如果他不是王家阵营的，或许可能会不安好心，可正因为他是王家阵营的，所以不可能，也不敢对我不安好心。话罢，叶松察觉到身边的秦猛似乎有些反常。秦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叶董。不对劲。秦猛闻言微微一愣，没有作声，这更加笃定了叶松的想法。秦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跟我说？看来我这种粗人的心思是真瞒不过叶董。咱俩相处也有4年不止了，就咱们这种关系，你有什么大可直言？犯不着跟我拐弯抹角兜圈子的。叶董，我难以启齿。你这就过于矫情了。也罢。秦猛松开那紧咬着的牙关。我妹夫，他本来是魔都浦东刑侦支队的，但因为在办案上过于坚守自己的初心原则，这也导致他得罪了不少人，包括上级领导。前段时间也是因为案子的事，他成了背锅的，现在被发到了浦东下辖的派出所当户籍警。这是本来我是不知道的，可就在今天中午，我好久没联系的妹妹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我能不能帮忙。秦猛没说帮什么忙，可意思也已经足够明显了。只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脸上却是极其挣扎，主要是他的性格难以张这种嘴。若非亲妹妹在电话中哭诉的种种所在，他是无论如何都迈不开这嘴的。从刑侦支队到片区户籍警，这落差是有够大的了。如果不找关系的话，警员生涯恐怕也就这样了。你妹夫叫什么？陈文海，东陈，文学的文，大海的海。好，这是我安排人去解决。谢谢叶董，谢谢。跟他结束会面了。老领导，那小子似乎不太拿我当回事啊。殊不知那头的苍老生即便知晓对方是在进行试探，可都仍是无所谓的选择直言道：他有那个资本。怎么？可电话那头的王沧海却是沉默不语。老领导，我不明白您为何要让我代表魔都市府去试探他的合作态度，并且代表魔都市府去争取跟他之间的合作空间。老实说，也许魔都市府出于发展角度需要争取跟他之间的合作，但我魔都之主的任期估摸着也不剩太多时间了，所以有必要让王家在背地里去经受某些不必要的猜疑吗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魔都对于一所企业的战略发展而言重要吗？您的意思是他接下来会将魔都作为战略发展的重地？这是必然的，那小子的野心大得很。纵观神州大地，魔都具备着无可比拟的国际化战略地位，他极有可能不在乎。他现在之所以还保持着观望态度，十有八九是想给严怀礼送大礼。等你被调离魔都后，魔都之主这把交椅大概率是严怀礼的。以他跟严怀礼的关系，到时只要严怀礼即位，他一定会跟魔都市府将一切合作空间全都利用到尽的。碍于陈宁对叶松的了解有所缺乏，这会儿他只能大脑高速转动，为之思索起来。却听王沧海继续道：所以我建议你尽可能的去争取跟他开展合作，目的不在于当下，而是在于日后，在于给你的任期中留下一笔浓墨，同时也省得严怀礼以后将这笔政绩给独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您觉得那小子岂能在我的任期中跟魔都官方发起合作？他会的，我了解他，哪怕他知道这是王家想借助他来为你的任期再添一笔闪光点，他也会的。老领导，他刚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说他秉承亲近官方远离政政的原则宗旨。如果按您的说法，说他想给严怀礼送大礼，那么基于他所说的原则宗旨，是不是有些矛盾？还是说他故意在我面前装腔作势？这并不矛盾。据我对他的了解，几乎能够肯定，他是一定不会把手伸到政上的事儿去的。我还是不理解，因为他压根没必要去踩那条红线，他有那个不靠借助政来实现野心的资本。他究竟是什么底细？意识到王沧海这一回答中的深意所在，猛然惊震之余，陈宁终是忍不住再问出这一困扰了多时的问题来。何正峰将他视为接班人，老总深夜召见他聊了2个多小时。微一沉吟后，王沧海给出了回答来，但仍是没将叶松是林家子嗣的消息告知出来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就这2个信息足以解开陈宁的困扰了。果不其然，陈宁如似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似的。什么？王老，您说他被何老视为接班人，第一国士的接班人，他还被老总深夜召见，做了2个多小时。霎时间，这位官居富国的魔都之主再也抑制不住的口干舌燥起来。对，所以你说他有没有那个资本？更关键的是，他原本只要退于商业幕后，现在就可入主智库大院，可他却一而再地拒绝了何正峰的橄榄枝。但即便是如此，据我所知，何正峰将他视为接班人的态度都未曾更改。这究竟得是什么样的妖孽？另外，这并非他的全部底细，但仅凭这些，足以说明他手上攥着何等资本。那小子大致敬妖，
据悉首席智囊团都曾被他所折服，惊为天人。他是不是老林家阵营的？他属于哪个阵营已经不重要了，他的存在已经超出了那些被何正风视为接班人，还能让老总深夜会见他长达2个多小时，这就决定了他是什么阵营的意义已经不大。不过有一点，他的大局观在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，绝对是能够排上号的。你完全不必担心，他会因为你跟王家的关系而给你使绊子。他不是那种人，倘若他是那种人的话，也不至于能获得何正风的万般青睐，更不能让老总在日理万机中于深夜跟他交谈2个多小时。那他跟王家？陈宁没再将话往下说，可询问的意思已是无比明显。我只能说他对王家没有敌意。王老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？为什么不在我跟他会面之前告诉我这些？不早点告诉你是为你好，他不可能不知道你跟王家的关系。如果提前告诉你这些，必然会影响到你跟他的初次见面。如果你过于热情的话，或许还会让他看清你。而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只要你不跟他撕破脸，他都不会去跟你上纲上线的。如此一来，没提前告知你，完全是为你好。陈宁没再应声，是因为不知该如何说了。那头的王沧海也在陈宁哑然的间隙中直接挂断了通话。偌大会见厅中，正愣不已的陈宁呆坐在沙发上，回想起了先前跟叶松会面时的一字一句，以及叶松的每一道表情呈现。最后，这位魔都之主耸动起了鼻子来，自己似乎全程都落在了对方的节奏当中，对方更像是以一种走过场的方式，给他这位魔都之主提供一份基本尊重而已。想到这一点，城府极深的陈宁并没有为之恼怒，反而是感到了恐怖。这是得有多大的底气才敢来戏耍自己这位魔都之主？还有，王老方才在通话中还提到一句，纵使被第一国师何正风视为接班人，纵使被老总深夜召见谈话2个多小时，都仍非叶松的全部底细。如此说来，那厮的背后究竟又还藏有什么？魔都之主的喉咙再一次不禁阵阵发渴。